嘿，我的小伙伴，欢迎回到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自恋的新一期影片。自恋者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择手段获取哪怕更多一点的关注。正因如此，有时和他们在一起相处会很困难，谈话可能会偏向一方，会出现紧张局势，大家可能会发现自己成为他们开玩笑和沮丧的目标。所以，如果有小伙伴和自恋者在一起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可以试试以下5种方法。1. 发自肺腑地赞美自恋者。自恋者常常认为他们是特别的存在，他们思考和做事的方式都是首屈一指的，因此让他们保持好心情的一种方法就是夸大这种优越感。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真诚，可以把它夸大一点，但别完全是假的。教育与监督顾问方面的博士格兰德在他的影片中解释说，自恋是有不同类型的，当和一个浮夸的自恋者在一起时，赞美是有帮助的。2. 别欠他们人情。有人出于礼貌为我们做某事时，我们就会欠他们个人情。如果你缺钱，朋友可能会给你的午餐买单，但下次一起喝咖啡时，可能就轮到你来付钱，表示对上次的感谢。自恋的人认为这是个利用这种善意的姿态来对付你的机会。如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把这种小恩惠从桌面上拿开，比方说需要有人在你不在的时候照看宠物，如果可能的话，别请自恋的人帮忙，如果他们答应了，就为他们打开了向你寻求帮助的大门，如果不考虑他们就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左右你。3. 保持冷静。自恋者喜欢被关注，他们吸引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是说些很显眼的话，做些很显眼的事。这可能是穿非常显眼的衣服，说一些非常粗鲁的话，或者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这些都是为了引起注意。但如果我们不给予他们足够关注呢？格兰德博士解释说，保持冷静，把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开，可以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至少在那一刻是这样。所以，如果自恋者做的事情是为了让你做出反应，无论是让你大喊大叫、哭泣还是暴跳如雷，记住要保持冷静，点头说好吧，这会有助于缓和局势。4. 当他们沮丧的时候，站在他们一边。当自恋的人生气时，他们很可能会把气撒在任何爱他们事的人身上，不管人家是否罪有应得。既然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不存在，那可以试着站在他们这边，避免再次爆发。虽然不必同意他们说的话，但可以说你完全有权利生气，我也会的，很抱歉让你经历这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缓解房间里的紧张气氛。5. 询问他们的梦想，但不要指出任何奇怪的地方。按照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说法，一个人被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需要出现9种症状和行为，其中2种症状是自负和幻想。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好，可能经常做很多白日梦，通常是关于他们有多成功或将会有多成功的。有时这些梦可能会使别人感到震惊，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成为他们任职公司的新 CEO。 这可能听起来很正常，直到他们告诉你他们想通过捏造丑闻解雇现任首席执行官来实现这一目标。不要指出这是多么错误，这可能会导致冲突，而是可以简单的说，哇，这真的很有趣，通过这样做不是在支持他们，而是避免了触动或对抗他们。和自恋的人相处很难，更不用说和他们交谈了。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缓解注意力，减少争吵的次数。如果有小伙伴认为自己或一个自己爱的人有可能患上了自恋型人格障碍，请向值得信赖的心理健康专家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帮助大家处理哪些情况？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